大家好，我是 Alex。布林肯现在在中国，大量的媒体报道了中国的金融机构可能要被踢出 SWIFT 群。虽然俄罗斯已经被踢出去了，但是目前看来杀伤力没那么大。但是中国不同于俄罗斯，中国呢，一旦有问题有困难的话，俄罗斯大概率是不帮，或者是没有能力帮，或者是不想帮。我们知道中国商品的出口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出口换汇。那么一旦中国被踢出了 SWIFT， 等于被动的闭关锁国了。那么如果切断一个国家和 SWIFT 系统之间的联系，相当于这个金融体系被彻底排除在国际清算体系之外。那么国际贸易往来将无法支付和清算。那么进口商和出口商呢，或者被迫要重新谈判，选择的范围呢收窄了。而且这一影响涉及了 SWIFT 系统内部的全部的币种的支付。这个 SWIFT 又称 SWIFT， 是1973年成立的国际性的非政府机构。由于在基础设施和推广上，美国人投了很多的钱，所以实际上这个系统是由美国控制的。那么《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分别刊登了美国现在正在起草对于中国的银行的制裁，威胁要切断一些中国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在世界金融体系的参与权，以此来阻止中国向俄罗斯的军事生产提供商业支持。由于全世界不同的银行或者其他的金融机构之间所组成的数据和信息交流的渠道，组成了一个全球的金融体系。而大部分的美元结算，目前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体系就是美国主导的 SWIFT。 因此这个制裁如果真的落实，就相当于，甚至我可以说是完全等于，把中国的几乎所有能够操作外汇的银行直接踢出美元的结算体系。它的后果是什么样呢？打个比方吧，比如说你的平头老百姓，你就不能够拿着中国的银行的卡在海外消费，以及从中国的国内向外汇款，比如说支付小孩的学费。如果你的孩子在国外留学，不仅他不能转钱了，还只能把这个钱换成第三国的货币，比如说泰铢、马来西亚的林吉或者其他的货币。特别是如果美国真的认真起来，如果真的非常严格的执行，那么加元区、欧元区、日元区、澳元区甚至韩元区都可能会跟进。这样中国赖以依靠的外贸生意就再也不好做了。我们知道银行系统和以前战狼类的华为和半导体是不一样的。银行系统的业务它本身就涉及了国际支付和清算系统，背后是几乎所有的中国的外贸产业链。那么一个国家的银行，如果这个系统脱离了 SWIFT 系统，
那么将会在全世界、全球的市场举步维艰。因为资金的正常的这种跨境流动，它这个途径被完全斩断了，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将很难在国际上从事正常的贸易和金融活动，那么就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长期的非常严重的打击。当年伊朗和俄罗斯就是有这样的例子。伊朗曾经在2012年和2018年就是遭受过2次的 SWIFT 的制裁，2次都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了重创。比如说，在2012年的3月15号，当时的欧盟理事会它要求 SWIFT 切断伊朗的金融机构和 SWIFT 的体系之间的联系。虽然这个制裁后来是在2016年的1月17号被取消，但是2018年11月8号，这个 SWIFT 再次在美国的这个压力下，又切断了一部分的伊朗金融机构与 SWIFT 体系的联系。这个第一次制裁经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和当时的GDP 的估算，伊朗在2012年和2013年就是因为被切断了 SWIFT 的联系，这个国家陷入了负增长。而在第2次制裁之后，又迎来了连续2年的负增长。在2017年的3月8号，比利时的政府曾经要求 SWIFT 切断朝鲜的3家银行和 SWIFT 体系之间的联系。我们知道 SWIFT 当时是有会员9000多家，也就是说全世界9000多家银行或者金融机构全是通过 SWIFT 进行跨境的结算和外汇的转移。那么导致朝鲜的经济，我们知道已经是不堪重负，没法看了。而现在我们知道俄罗斯是有300多家的银行，它都使用 SWIFT 系统。那么它被禁用了 SWIFT 系统后呢，本身就意味着在国际市场上的石油和天然气这类的贸易活动将很难进行。你总不能跨境拿着大量的现金进行交换，而俄罗斯的主体经济油气商人将没有办法收到美元，而国际市场上的买家也没办法把美元交到俄罗斯商人的手中。而整个俄罗斯的整体经济大概是40%是来自于油气收入，也就是石油、天然气石油加工产品天然气加工产品。虽然俄罗斯的官方嘴硬，它一直是掩盖真相，但是可想而知，即使不考虑现在俄罗斯深深陷入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的影响，仅仅从实体的经济的层面来看， SWIFT 它的制裁已经让俄罗斯的经济遭遇了重大的打击。有专家的分析称如果没有外力的话，俄罗斯经济早已崩盘。它的暗示是什么呢？这个外力是谁？当然是某东方大国。
当时啊，俄罗斯也意识到了这个 SWIFT 的高风险，所以呢，他为了应对未来还可能其他的银行被剔除 SWIFT 体系的情况，当时在2014年克里米亚问题啊，曾经导致了俄罗斯差点被踢出去。那么2015年，俄罗斯就照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在完完全全的模拟 SWIFT 系统的基础上，他创立了叫做俄罗斯银行金融信息系统，简称 SPFS。这个系统呢，组建的目的就是要单起一家，不仅想和 SWIFT 竞争，同时还想创立自己的卢布圈。但可惜的是啊，他创造了这个系统将近10年，到今天 SPFS 的系统仅有来自俄罗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瑞士等经济体的400个使用者，而 SWIFT 是有9000多到1万个使用者啊。而目前仅只有大约20%的俄罗斯境内的转账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这个系统山寨的 SPFS 完成的。因此，这个 SPFS 它的适用范围呢非常窄。那么现在回来看一下什么是 SWIFT。这 SWIFT 是一家号称中立的服务机构啊，它全称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它本身看上去是一个自律机构，是一个国际银行间非盈利性的国际合作组织。它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进行一些非政府官方的银行之间的跨国的外汇交易。在1973年的5月的时候，它的总部就设立在比利时。目前为止，它的2个非常复杂的信息交换中心、大数据交换中心分别设立在荷兰和美国。所以这个 SWIFT 它需要遵守的是比利时和欧盟的法律。从原则上讲，美国是不能够直接的指使或者命令 SWIFT， 而是需要通过说服欧盟去制定相关的法律。但是在911事件以后，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美国呢就可以使用 SWIFT 数据来实时了解、打击恐怖组织的资金往来。这就是为什么赵长鹏、币安最新的信息就是关于美国怀疑有人通过加密货币改为加密货币向恐怖组织转移资金。而现在所有国际账户信息，凡是加入了 SWIFT 的话，他们的信息都经过了非常严格的审查。恐怖组织很难再成功的从 SWIFT 汇出或者接受汇款。所以这些做法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有效的反恐的作用。当然了，也同时增强了美国对于 SWIFT 系统的控制力。就是说，美国手里他随时握着这个 SWIFT 的这颗金融核弹，它可以对全世界各个国家进行威慑。那么一旦你这个国家的国家账户被冻结了，甚至连自己的外汇储备的美元你都没办法用。
而一旦被踢出了 SWIFT， 等于切断了这些中国的银行体系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们顶多就在国家自己内部玩一个区域网，玩一个局域网，完完属于局部的金融交易，不能再和其他国家产生任何业务往来，或者要舟车劳顿、耗费时间以及它的经济成本大幅增加，因为你要去兑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又去绕来绕去、运输、保安一大堆的事情。所以从2024年的1月份，中国的银行学聪明了，中国的3家银行已经正式告知俄罗斯客户，决定停止接受制裁的俄罗斯的金融体系的付款。谢谢大家。